前几天看完这个 Apple 的发表会，很多人看完之后呢，大概可能都有一个感觉，在这个 Google Gemini 的加持下 ，Siri 就终于活过来了。我一开始呢也是这个感觉，但是我后来呢就越想越不对劲儿。这个 Siri AI 真的就是 Google Gemini 吗？那我的 iPhone 到底能够跑到几成呢？还有就是用了到底要不要另外的付钱呢？我问的那些问题最后都会被送去哪里呢？那这些问题呢 ，Apple 在发表会上呀都没有讲清楚。有的呢只是一句话带过，有的甚至呀连提都没提，所以我就把发表会后之后的那个媒体的采访啊，还有官方的新闻稿啊，还有几篇技术分析呢，就全部给它翻了一遍。查完之后呢，我才发现原来呢我们都搞错了，里面有几件事情呀跟你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件事情呢是跟钱有关的。很多人看完这个发表会之后呢，第一个反应就是 Siri AI 不是免费的吗？对，这个基本的功能呢确实是免费的，但是 Apple 在这个发表会快要结尾的时候呢，就留了一个伏笔，说某些需要强大的伺服器的功能会有一些每日的次数限制。那如果你有订阅这个 iCloud Plus 的话呢，可以获得更多的用量。那这个呢说的也太含糊了吧？那这边就有3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就是每天到底有几次限制呢？第二个问题就是哪些功能会算在里面呢？那第3个问题就是哪个 iCloud Plus 的方案才算数呢？因为 Apple 写的是大多数的 iCloud Plus 方案的用户呢可以获得更多的用量。注意这个用词啊，是大多数。那这个感觉呢，就好像你去餐厅吃到饱嘛，然后这个店家呢就跟你说大多数的菜品都是包含在内的。那你的第一个反应一定就是，那到底什么菜品需要额外的付费呢？那我爱吃的那些东西到底能不能吃到饱呢？这个感觉呢其实是一样的，这就是这个大多数这个词呀带来的问题了。而现在最新的情况呢，就是 Apple 完全没有公布这些细节，什么时候公布呢也不知道，最快呢可能也要等到秋天正式版的出来的时候呢，可能才会知道了。Apple 这次在支援的 AI 机型里面呀，就又偷偷的给它砍了一刀，门槛就是12GB 的记忆体。达到门槛的机型呢，就能够在这个装置上呀跑更强的本地的模型，速度就更快嘛，还多了几个专属的功能，包括新的 Siri 的那个语音的声音和什么进阶听写等等这些功能。iPhone 这边呢，符合12GB 门槛的呢，其实就只有3只手机，就是 iPhone Air、iPhone 17 Pro 和17 Pro Max， 其余所有的机型都拿不到完整的这个装置端的模型。Mac 的话呢 ，M3 以上再加上12GB 记忆体的 Mac 电脑就都可以。但是其实呀，就从来没有推出过12GB 的记忆体的 Mac 电脑。所以说呢，你就要拿到 M3 以上的晶片，再加上16GB 才是这个准确的入场券了。那 iPad 这边呢，就一个最离谱的例子了，同样都是 M4 的晶片，一个是 iPad Pro， 然后呢，一个是 iPad Air， 结果这个 Air 符合 ，Pro 呢反而不符合这个最低标准。那这个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iPad Pro M4 256GB 和512GB 的版本呀，记忆体其实只有8GB， 是拿不到这个入场券的。但是今年3月刚刚推出的那个 iPad Air M4 呢，不管是哪个容量，全部都是12GB 的记忆体。也就是说呢，之前花了更多钱买了 iPad Pro M4 最低容量和512的那些人呢，装置端的 AI 的功能啊，反而比今年入门款的 iPad Air 呢还要来得更少。那这个呢就有点太奇怪了。就算你达到了这个12GB 的门槛吧，那最复杂的任务呢，其实啊还是要去送去云端去运算的，没有任何一台设备可以全部都在本机完成。12GB 是装置上能够做的事情更多了，不是全部都能够在装置上跑。所以 Apple 说的支援 Siri AI， 并不代表大家的体验呢就都是一样的。那问题就是这个体验究竟会差多少呢？ Apple 呢也是完全没有提到。不过说实话了，自从有了这个 AI 之后呀，生活呀真的是比以前呢要变得方便太多了。我最有感的一个场景呢，其实就是出门旅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只要有手机、有网络、有 AI， 安排旅行这件事情呢，就变得容易了很多了。甚至有人呢，就买了机票就直接出发，到了当地呢，才开始安排行程。所以我在出国之前呢，只要把上网这件事情处理好的话，我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我用的是 Sally eSIM， 你可以先下载一个 APP， 然后把这个 eSIM 呢先安装到你的手机里面。这2步呢本身都是免费的。等到确定了行程之后呢，再选择流量方案就好。到了当地之后，不用换卡，不用找门市，一下飞机你的手机就自动的联网了。在支援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有额外的安全防护功能。要注意的是 eSIM 呢需要你的手机支援
建议呢你先查一下自己手机的型号。如果你买完了才发现自己的手机不支持这个 eSIM 的话呢，那也不用担心，只要你没有启用服务的话呢，30天之内呢是可以申请全额退款的。另外 Sally 最近推出了超级方案，包含机场贵宾室、快速通关这些价值服务。如果你是商务旅客，或者是出差飞行的频率比较高的那些人，那这个方案呢其实可以考虑看看。对我来说吧，Sally 就像是出国前一定要准备好的一个东西，就像我每次呢都会提醒我家人一样，我也希望大家在出发之前呢，先把上网这件事情给它处理掉。你真的需要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到底有多重要了。现在就扫描画面这边的这个 QR code， 或者呢点击下方的链接来把这个 Sally APP 先给它下载下来。记得在结账的时候呢，输入一个优惠码 PTRSUN， 首次购买还有85折的优惠哦。回到今天的主题，第3件事呢，就是最让人意外的了。如果你看完这个发表会之后就觉得 OK， 我懂了 ，Siri 呢现在就是在跑这个 Gemini 的模型嘛，那你就跟我一样，第一时间呢，我们其实都搞错了。这个 Siri AI 呀，不是直接跑的这个 Gemini 的模型 ，Apple 有一套自己的模型系统，内部就叫做 AFM 了。那这套模型呢，其实呀是用那个 Gemini 的技术呀，然后做蒸馏训练之后建出来的一个模型。它本身并不是 Gemini， 是 Apple 自己的模型。也就是说呢，实际在你的装置上跑的那些呀，不是 Gemini， 是 Apple 自己的程式码。那发表会之后，这些媒体去采访苹果高层的时候呢，然后这些高层才说清楚，哦，这个不是 Gemini 的壳，而是 Apple 自己的模型在跑的。那这件事情呢，在发表会上呢 ，Apple 呢是没有讲清楚的。打个比方吧，我们把这个 Siri 呢想象成一家餐厅，它之前这个厨师啊技术太差了嘛，就差点餐厅都要倒闭了。然后外面就都在传 Apple 呢要把这个 Gemini 呢直接请进自家的厨房来炒菜了。但实际上呢，它不是这样的。Apple 是把自家的厨师呀送去跟这个 Gemini 去学技术，然后拿他的一些食谱，然后学完之后呢，再把这个厨师回到自己的 Siri 餐厅，然后用学来的新的东西来自己来炒菜。所以你最后吃到的菜呢，是 Apple 自己的厨师炒的，不是 Gemini 的厨师来炒的。那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如果你现在还以为 Siri 就是 Gemini 的话，那讲到后面的资料传送到哪里啊，讲到隐私的问题啊，你很有可能就全部都搞混了。第4件事，如果你问 Siri 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到底是送去哪里去运算呢？其实呢是有3条路的。第一条路呢，就是在你的手机上呀，在手机上自己算的，这个是最简单最快速的任务嘛，资料就不用离开你的手机了。第2条路呢，就是送到 Apple 自己的伺服器，也就是 Apple 之前说的那个私有云了。一旦碰到就是说一些中等难度的复杂的任务吧，你的手机已经运算不了了嘛，那这些数据呢就会离开你的手机，然后但是呢还是在 Apple 自己的系统里面去算的，算好之后再给你发回来。那第3条呢，也是这次的重点了，就是那些最复杂的推理的任务 ，Apple 自己的伺服器呢也是跑不动了，就会送到 Google 的伺服器去运算了。Apple 在发表会上呢，其实有提到这3层架构，但是说的就非常不清楚。比如说哪些问题会走第1条路，然后哪些走第2条，哪些又就是最后送到 Google 那边去了。Apple 呢就没有给出一个详细的解释嘛。而且比较让人意外的呀，就是一向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做的 Apple 呀，这次居然把这个最困难的任务呀，就委托给这个 Google 来运算了。如果你当初选择 iPhone 有一部分的原因呢，就是觉得 Apple 的东西比较安全的话，那这件事情呢，可能就会开始让你担心了，因为现在你的某些问题已经跑到 Google 的伺服器里面去了。既然说到了 Google 了呢，接下来第5件事呢，也是和这个 Google 相关的，也是很多人完全不知道的一件事情。你用的这个 iOS 27的 AI 功能生成出来的那些图片呢，其实是有一个隐藏的浮水印的。这个技术呀，其实是由 Google 开发的，它和一般的那些 AI 生成的图片呀，就是右下角会有一个明显的浮水印不同。它的这个浮水印呢，是你用肉眼呢看不出来的，但是机器呢是能够看得出来的，用来标记这张图片到底是 AI 生成的还是真正的图片。不过整场 WWDC 发表会啊 ，Apple 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情。我不是说这个标记不应该加了，因为这些 AI 生成的内容加一个标记，从某种程度上呢，我觉得是合理的。但是 Apple 选择完全不提这件事情，那背后就一定有他们的考量了。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从第3件事开始 ，Google 出现的频率就越来越高了。训练了模型，然后用了 Google 的技术，最复杂的任务呢，就送去 Google 的伺服器去跑。现在就连你的这些 AI 生成的图片也都有 Google 的印记了。不过这些呢，还都只是表面。下一件事情呢，我们来聊一些更深入的问题吧，就是你的那些隐私的问题，你送去 Google 运算的那些对话，Google 究竟能不能看到呢？
第6件事呢，就是今天7件事里面呀，我认为最值得讲的一件事情了。当初为什么我们愿意选择 iPhone 的一个主要原因，很多人的答案呢，一定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比较保护隐私嘛，比较安全。以前的 Apple 的隐私呢就是这样运作的，你的资料呢是在你的装置上的，算力不够的时候呢，也是用 Apple 自家的那个就是私有云自家的伺服器去跑，而且呢是有特别加密过的，即便是 Apple 的工程师也是没有办法读取这些内容的，而且呢他还把这个东西开放给第三方的那些检测机构，就是让他们来证明啊，这个加密手段呢是真的有做到的，是有一个工程保障的，不是靠你信任 Apple 这么简单，是用技术呢来堵上你的这个资料外流的可能性。但是这次呢就不太一样了，那些最复杂的请求呀，现在就直接送去 Google 的 Cloud 伺服器去跑了，那我们自然就会很担心了，我的资料究竟会不会被 Google 给看光光呢？那这个呢就要说到第6件 Apple 没说的事了，就是为什么这次使用了 Google Cloud 来运算，但是呢却没有用 Google 自己的 TPU， 而是使用了 NVIDIA 的 GPU 去运算的。NVIDIA 的 GPU 里面有一个 Google TPU 没有的功能，资料在被处理的过程中呢是全程加密的，就连 Google 的工程师呢也是完全看不到的。而且 Apple 和 Google 还有一个合约嘛，就是你的这些资料呢是不能够被 Google 拿去训练它的语言模型的。那我相信呢，这些合约呀，应该都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呢，这个和 Apple 2年之前的讲的那些承诺呢，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2年前呀 ，Apple 就说过一句话，大概意思就是保护隐私，所以呢，我们就只用 Apple 自己的私有云来运算。但这次发表会呢，这句话呢就再也不提了。虽然从这个技术角度来说吧，来分析吧，你的数据呢仍然还是安全的，别人是看不到的。只不过呢，和2年前的承诺已经不太一样了。不过呢，我们也能看出一些问题，就是连 Apple 都要求，就是 Google 必须使用 NVIDIA 的 GPU 加密，然后呢才愿意把这些数据交给 Google 去运算。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多想一下了？最后一件事，这个整场发表会啊 ，Apple 的 demo 是做得非常漂亮的，都是实机演示嘛。你 Siri 基本上就是问什么答什么，然后准确流畅，然后是非常有条理的。但是 Apple 没有告诉你的就是它答对的几率究竟有多少呢？是一次就会成功，还是说 NG 了很多次才抓到的这个画面呢？那有没有什么任何独立的测试的数据能够证明 Siri AI 的准确率到底如何？换句话说，就是它到底够不够聪明呢？不过呢，目前呢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的数据。其实所有的 AI 呢都有一个问题，我相信大家也都很清楚了，就是幻觉嘛。它有时候会很自信呢，就是说的头头是道的，但是那个答案呢其实是假的。它不是故意在骗你啊，而是它把一个就是原本不存在的事情给当成真的了，所以呢它就直接这样回答你了。那这个就叫做幻觉嘛。TechSpot 在发表会后的这个报道中呢，就说了，目前不清楚这个 Apple 的是如何解决这个 AI 系统常见的幻觉问题的。那至少呢 ，Apple 在发表会上呢，也是完全没有提这件事情的。在这支影片结束之前呢，我就想请你认真的想一个问题吧。如果有一天你就把这个 Siri AI 当成了一个 AI 医生、AI 律师，甚至是什么 AI 会计师啊，去查询什么药剂量啊、法律的问题啊，或者是什么财务规划的建议啊，那他给你一个就是很有自信的答案，你可就不要直接照单全收了。不是说这些问题不能问了，而是说呢，你自己要多留一个心眼。如果能用几个 AI 交叉对比一下的话呢，那相对来说呢，这个结果呢也会准确很多了。好，7件事说完了。这集不是要你不要用这个 Siri AI， 也不是要你对 Apple 失去信心，只是呢，我希望能够在它真的安装到你的手机之前呢，希望你能够对它多一点了解吧。那这样呢，就等它真的能用的时候，你就不会手忙脚乱了。那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到你的话呢，别忘了在留言区就告诉我一件事情吧。今天我们讲的所有的事情当中，你最在意的是哪一件？别忘了，我们还有6月份的 MacBook Neo 的抽奖的活动，详细的说明呢，我也都放在说明栏了。谢谢大家，我是彼得森，那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